我觉得很多人不敢经营自己的频道，可能是因为害怕别人的眼光，害怕别人的批评。可是事实上，没有什么人会管你在干嘛，因为 no one cares。黑粉其实也没有你想象中这么多哦。我大概目前为止只有一个人说我脸很大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B。去年的这个时候啊，我开始认真经营我的 YouTube 频道。这一年内，我以每周至少一个影片的速度上传了129支影片。所有的影片观看数加起来也已经超过100万了。我的频道是关于吸引力法则、显化法则，还有灵性成长的内容。从零开始到现在，我已经有13823个人订阅。可能1万订阅对很多人来讲不算什么，可是对我来讲真的很多了。你看，他是一个小巨蛋的观众诶，有哪一个歌手出道1年就在小巨蛋唱歌的？好像很少嘛。我很像一个出道1年的歌手，然后已经在小巨蛋唱歌了，有1万名观众想听我的声音，我真的很开心有这样的成果。所以今天我想分享做 YouTube 频道1年之后我学到了哪些事情，还有如果你也想做 YouTube 频道的话，我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你。我学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，你一开始的影片啊，其实都不会有人看。我的第一支影片是在讲用吸引力法则找到理想工作的成功案例。那支影片一上啊，第一天就有19个人看，19个也算很多啦，对于刚开始的新手来讲。但是如果你是想要第一天就爆红的话，这样子结果可能会让你非常失望的。然后我做的前面10支影片，其实观看数也很差，可能都是100-200上下吧。面对这样的观看数，你还是要熬过来。如果因为没人看就放弃的话，那真的很难经营 YouTube 频道。其实一开始的影片都没有人看是非常正常的。我有上网研究啊，其实有很多 YouTuber 他们开始的时候影片也没有什么人看，可是只要不放弃的话，就会有越来越多人看哦。你的每一支影片都很像丢一块石头到大海里面，一开始都不会产生什么涟漪啊，丢了就好像石沉大海了。可是你只要一直丢石头，一直丢石头，一直丢，一直丢，一直丢，最后就有海啸了。所以千万不能放弃。其实啊，你前面几支影片都还只是在练习对着镜头讲话、剪片、后制，还有制作封面，只是在练习那些技巧而已，所以不要把它想得太严重。我听过有一种东西叫做表现型人格跟进取性人格。表现型人格的人会觉得自己一定要表现得很好，在别人面前不能丢脸，一定要表现得很好。这样子的人很容易会有完美主义，如果影片让他觉得不完美的话，他就没有办法上传了。而且如果影片表现得不好，他就会觉得大受打击。那进取性人格呢？他比较在乎的是自己有没有进步，他不会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他，他只要自己有进步就可以了。你的每一支影片只要比上一支影片进步一点点，进步一点点，那你就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啊。我自己是属于进取性人格，所以我对自己的期许就是有进步就可以了，就算表现得不怎么样也没有关系。我学到的第2个点就是灵感真的很重要。有的时候心血来潮想做的主题，通常观众也会比较喜欢，那些影片会有比较多的观看数，也有比较多人按赞，有比较多人留言。可是如果是我为了做而做的影片的话，通常表现就会比较不好一点。你知道吗？其实在 YouTube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好像你每个礼拜至少都要上1支影片，才不会被演算法打击之类的。所以每个礼拜都有上片的压力的话，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影片，就会挤出一个题材来。但是如果那个东西是很应急的，自己其实没有很想做的，录影片的时候也没什么活力，后制的时候也不怎么开心，观众也会感受得到你不开心的氛围哦。所以我现在也是要常常提醒自己，要多听自己的灵感，跟着我的最高兴奋走。如果有什么题材让我觉得很兴奋很开心的话，就做那个题材，不要为了拍影片而拍。再来我学到的是，做影片可以让你更爱自己哦。原本的我真的很不喜欢拍自己的影片，听自己的声音，觉得好奇怪哦。你有听过自己的声音吗？大部分的人听到自己的声音都会觉得很奇怪，很不习惯，因为影片中的声音跟你自己听自己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感觉。可是啊，为了要拍影片，就一定要面对自己嘛。在后制的时候，也因为要来回的调整啊、剪片啊，也一定会一直看自己的脸，一直听自己的声音，久了你就习惯了，然后你就会突然变成一个第3人称的角度在看自己，你就不会觉得那个人是你，你反而会用一种比较中立的态度去看自己，而且你会觉得自己还蛮可爱的哦，就会变得更爱自己咯。不知道这样讲大家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？所以我现在
看到我这一年累积起来的影片，真的觉得自己好棒哦，给自己拍拍手。再来就是，其实你不用担心别人的想法，因为 no one cares。我觉得很多人不敢经营自己的频道，可能是因为害怕别人的眼光，害怕别人的批评，所以不敢做。可是事实上，没有什么人会管你在干嘛，因为大家都很忙于自己的事情，真的很少人会 care 你在干嘛。所以你也不用想别人会怎么想，因为真的 no one cares。你会发现，其实没有什么人看，所以你想做什么影片就做吧。还有啊，黑粉其实也没有你想象中这么多哦。我已经很久没有收到负面的留言了，我99.999%的留言都是正面的。现在的人因为他的影片选择实在是太多了，他如果不喜欢你的话，他直接就不看了，他也不会特别跑到你的影片里面去倒赞或者去留言骂你，因为大家的时间都是很宝贵的，要花时间骂人，其实很少人会这么无聊啦。如果你是担心自己的长相被攻击的话，其实你也不用担心这个。现在的人其实比较有品德一点，不太会做人身攻击了。我觉得如果是5年前、10年前做的话，可能会被人身攻击。就算你很漂亮，可能还是会被说你很丑。我大概目前为止只有1个人说我脸很大。但是我也不 care 啦，99.99999%都是很好的观众哦。做影片可以让你学很多新的技能哦，拍片啊、剪片啊、找资料、做简报、做整理的能力。我觉得自己做影片下来，讲话方面有比较顺一点，就是整体方面你会比较勇敢表达自己的意见，可以帮助你勇敢做自己哦。YouTube 也让我感觉到蝴蝶效应。其实我一开始做影片的时候啊，我真的没有想过会有人因为看了我的影片之后，成功显化了什么东西，真的完全没想过。但是就在做影片半年之后，开始有越来越多观众会留言给我，跟我分享他们成功显化了什么东西，真的是太神奇了。这就是蝴蝶效应，而且也会开始感觉到自己对这个社会是有那么一点点影响力的，这是原本的工作感觉不到的。其实我也很喜欢原本的工作，我也很喜欢我的工作环境还有同事们，但是还是会觉得自己有那么一点点很像一个小小的螺丝，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直接的影响到这个社会的感觉，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也没关系，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生。但是现在我会觉得自己有那么一点点影响力，会影响到荧幕前面的你，因为说不定你看了这支影片之后就开始做频道啦，或者是开始显化东西啦，改变你的人生。哇，那这样子都很棒耶。如果最后你真的去做了频道或者是显化什么东西，也一定要留言跟我分享哦。我也想要做 YouTuber， 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呢？直接开始做，不要等你有完美的器材才在做。你不需要很昂贵的摄影机，你也不需要打造一个摄影棚，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做了。你现在就可以用手机拍片了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是用 iPad 在拍影片哦。我现在还没有专业的摄影机，有时候我也会用手机拍片，因为很方便，我可以随身携带，我到哪里都可以拍。如果你让这件事情变得很不方便的话，你就会懒得拍了。所以就先用你手边拥有的器材开始做起，等到你已经做了一阵子之后，你再决定要不要升级更好的器材。一开始真的不用砸大钱去买很贵的相机啊、摄影机啊什么的。表现型人格的人就会想要有最完美的器材、最棒的摄影机、最棒的麦克风才开始，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开始了。进取性人格，你只要有进步就可以了。所以一开始的起点并不重要，持续进步就可以了。你的第一部影片是最难的，因为你要克服很多障碍，心理的障碍啊，面对镜头的障碍啊，还有很多的心理障碍。现在你需要的是先克服心理的障碍，就直接开始吧。要做怎么样的内容才会有人看呢？建议你先做有价值的内容。有价值的内容就像是一些有用的资讯啊，或者是娱乐方面的东西。如果你的个性是很幽默风趣的，你可以做娱乐方面的内容。如果你是比较饱读诗书的那种，你可以做有用的资讯，这样子都是有价值的内容。一开始因为大家都还不认识你，对你的生活是不会有兴趣的，所以如果你做 Vlog 方面的生活类的话，大家可能比较不会想看，除非你的生活真的非常有特色，都在环游世界啊，或者是有很特别的东西可以分享的话，那可能做 Vlog 会有人看。我建议你一定要做自己有兴趣又喜欢的主题。
如果你做自己没兴趣的东西的话，你可能做几部影片之后，你就会很累，不想做了。又没有人看的话，你真的会怀疑人生，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你要想，这个是一个很长远的东西，所以你一定要做自己有兴趣又喜欢的内容才做得下去。不然的话，它就变得是一份工作啦。谁想要另外一份工作啊？如果我是看到别人做美食的频道，很多人看，我就跑去也做。可是事实上，我就是个小鸟胃啊，我就是吃不下啊，而且我还在减肥欸，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做美食频道啊。所以就算别人做的再成功，我也没有办法复制他的成功，没有办法。你可能会很想模仿那些已经很红的 YouTuber， 你会觉得说，只要跟他们做一样的东西，你也会跟着红吧？可是你要想啊，如果有2个一模一样的产品，价格也一样的话，一般人都会选择他有听过的那一个吧？那为什么要选一个没有听过的产品呢？所以如果你跟别人完全一模一样的话，别人真的没有理由要看你的频道，他去看他的频道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要看你的呢？你一定要跟别人有一点点不一样，要有自己的特色。有自己特色的方法就是要做自己。太棒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做自己了。在自媒体的时代，就是要做自己，才有办法做得下去。一直模仿别人是没有办法长久的。所以老话一句，做自己就对了。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些启发。我的频道主要是在讲吸引力法则、假设法则，还有一些灵性成长的内容。想不想看看这1年来我的观众都显化了什么呢？在这里可以去看看哦。大家都已经变成显化高手了，真的很厉害哦。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就可以看更多这样的内容咯。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